大家好，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我是一彩，和你一起了解生活，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等你过了40岁，尽量少戴这4种首饰，乍一看时髦，实际很寒酸。希望你喜欢，订阅支持。在打扮自己的时候，除了挑选合适的衣服，我们还应该认识到首饰的重要性。首饰可以说是穿搭中的点睛之笔，它能赋予整体造型灵魂，让我们的精致感更上一层楼。通过一个人选择的首饰，我们往往能看到他的个人品味。对于年过40岁的女性来说，选择首饰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年轻时，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挑选那些流行的首饰，不必太在意它们的质感，只为了彰显个性。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需要在个性与质感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让两者相得益彰。一个有品味的女性在塑造自己的形象时，总是会从头到脚细心打理，无论是衣着还是配饰，每一个细节都倾注了她的用心。正是这份细致入微的态度，让她的整体形象散发出令人瞩目的光彩。即便是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饰品，也能在她的装扮中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有没有佩戴首饰，往往能带来截然不同的视觉效果。在挑选首饰时，她会谨慎地避开那些乍看之下时髦却显得廉价的设计，以免落入俗套。快来看看你的中招了没？第一部分，40岁女人少戴这4种首饰，拉低你的档次。1. 塑料感首饰，廉价感十足。看上去很时髦的首饰，如果戴在身上很寒酸的话，大多数的原因跟材质有关。就像这种塑料感十足的耳环，一眼看上去就非常廉价，完全就没有质感，透光性也很差。女人到了40岁以后，要学会过滤掉塑料首饰，不仅很容易拉低你的身价，还会影响到发型和服装的精致度，让最终的造型分数变低。2. 亚克力首饰，没质感不高级。在市面上，像这种远看像玻璃，近看像塑料的亚克力首饰也有很多，可是你知道吗？亚克力是由丙烯酸颗粒和树脂等材料合成的。很多人觉得这是一种新型材料，用于首饰当中很有档次，实际上并非如此。亚克力被发明出来已有100多年，虽然透光度高达 92%， 可是却不能细砍，否则就会暴露没有质感、缺乏高级感的问题。3. 设计感花哨的首饰，时效性太低。其实对于年过40岁的女人来说，挑选首饰不能只追求时髦，就好比这种设计感特别浮夸花哨的首饰，虽然达到了时髦的效果，可是完全不符合中年女人的气质，戴在身上只会显得格格不入。女人踏入中年，要学会提升自己的气质，不要轻易尝试花哨感的首饰，容易过时不过，还会直接影响到你的气质分，从而降低自身魅力。4. 太复杂的装饰让人觉得不适。虽然首饰有太过复杂的装饰之后，能够瞬间锁住众人的目光，但是这样的繁琐设计，不知不觉增加了重量感，也增添了摩擦感。久而久之，你会感觉到有一种不适，比如多层重叠和流苏构思黄金项链，或是珍珠、花形水钻和链子组成的项链，整体看起来一点不简洁，能搭配的衣服很有限，能带出去的场合更是很少，而且整体上与我们东方女人的婉约气质不相符。所以中年这个阶段，应该倾向于简洁大方的造型，因此尽量远离。第二部分，女人到了40岁以后，应该如何挑选首饰？步骤1，学会从风格进行切入。1是精致小女人风。挑选首饰本身就是一件很有考究的事情，特别是对于40岁以后的中年女性来讲，
挑选首饰可不是过家家，我们应当认真的去对待，才不至于花了冤枉钱。首饰的挑选要从很多方面入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风格走向。精致小女人风的穿搭，应当选择占比面积小、款式精美、配色素雅清新的项链或耳环。二是知性轻熟风，中年女人还可以走知性轻熟风，这种风格离不开实用性的首饰，例如腕表、腰带、丝巾等等，而这些类型的首饰都是属于主导型，吸睛效果比较好，但也很考验其他首饰的挑选。有了主导型首饰的佩戴，其他的首饰就要低调点，点缀性的耳钉、锁骨链或戒指都是不错的选项。步骤2，从细节设计上入手。一是设计款首饰，两种不同的材质和对比色。细节是决定成败的关键，而首饰的细节是决定造型高级感的主要因素。简约风的穿搭要佩戴设计感首饰，像这种不同材质相结合的首饰更具个性，看上去就很有品味。不同的材质色彩之间也要有对比，例如金色和珠白色，或者银色和白色，都是很高级的，并且对肤色也很有包容性。二是首饰的量感，根据骨骼大小进行判断，不同的骨骼大小所对应的首饰量感也不一样，大骨架的女人骨头也会更粗，所以更适合佩戴大量感的首饰，匹配度更高，不会显得格格不入。骨架小的女人可以选择精致小巧的首饰，尤其是挑选手表、帽子、手镯和项链时，应当避开宽粗大的款式，以小量感为主，才更衬气质。第3部分，最适合40岁女人佩戴的3种首饰。一是珍珠首饰，优雅高贵的代名词。中年女人的首饰盒里，最不能缺少的就是珍珠。珍珠外表温润柔和，内心又坚韧无比，就像中年女人一般，经历世事繁杂，归于安静柔和。戴上漂亮的珍珠首饰，搭配一件简单的 T 恤或者衬衫，就可以美得毫不费力。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珍珠，所以我们也是最独一无二的。挑选珍珠首饰无需纠结，越简约越高级。二是腕表，是独立、智慧、浪漫的象征，我们不可以定格时间，但是佩戴上腕表之后，从腕间流淌的时光却能够定格美丽人生。腕表时间的工具，更是体现品味、审美和气质的关键因素。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通勤上班，皮带腕表跟钢带腕表都是很好的选项。女性腕表的工艺更加精湛，戴上它之后，就像是拥有了一种神奇力量支撑，让自己的气场更加强大。三是胸针，内在与灵魂的共同表达。在现实生活当中，其实很少会看见中年女人佩戴胸针，很多人觉得胸针是累赘，可实际上它是最精彩的一笔。优雅女人一年四季都离不开胸针，一款精致高质感的胸针能够增添你的气质分。穿搭是一种表达，而不同款式的胸针则是对精致美的诠释。爱佩戴胸针的女人往往美得不露声色，并且特别自信有力量，也不会轻易被外界因素所干扰。思路清晰，道路不迷茫。第4部分，不差钱的中年女人，首饰就买这4种，实打实的上档次。有品味还不差钱的中年女人平时都在戴些什么首饰？不用凭空想象，直接来看何超琼、李富真等顶级名媛的首饰柜就知道了。珍珠、翡翠、钻石和黄金是顶级富婆最爱的4种首饰，中年就戴这4种，让气质直奔顶级档次。1. 优雅有态度的女人戴珍珠首饰。珍珠是普通人也能负担得起的贵气珠宝，为何李富真、何超琼这些身价已过千万的人也爱戴珍珠而非其他天价珠宝？为的就是珍珠的优雅，
真正的贵气感只需要穿着剪裁得体的基础款，再来少量珍珠首饰点缀，立马流光溢彩，优雅而有态度，就是珍珠首饰的名片。掌握正确的珍珠挑选方式，切忌鱼目混珠，中年选珍珠首饰，绝对能用最少的钱收获最优雅的气质。但前提是要选对真正高品质的珍珠，瑕疵多、光泽感差和配件廉价的珍珠首饰都别选。一眼假，瑕疵少，有丰富的光晕以及高级的配件，这样的珍珠首饰才是名媛首选。在佩戴时还有一个小技巧，选择颗粒大小不同的珍珠首饰佩戴，会比规整划一的珍珠首饰更减龄。2. 古典有内涵的女人，戴翡翠、玉石类首饰。气质古典端庄或长相成熟、具有中式韵味的女人，更爱翡翠为代表的各类玉石首饰。相信你也经常在杨紫琼、周迅、赵雅芝等以典雅气质闻名的女性身上见到翡翠首饰的身影吧。翡翠为主的玉石类首饰自带古典气质，配上有中国传统风元素的旗袍、新中式长衫等单品最富韵味，还具有让人越看越美的故事感。翡翠选款见眼光， A 货天然翡翠才值得买。不差钱的女人一定要给自己安排一款高品质的翡翠首饰，戴上不仅显得肤白貌美，还能以玉养人。翡翠鉴别其实并没那么复杂，普通人只要看准 A 货天然翡翠首饰入手即可，只要在正规渠道入手，看准色泽均匀、瑕疵少、翡翠表面光滑莹润且通透的首饰选。娱乐圈数一数二的女神都在佩戴的翡翠首饰，咱们中年当然也得安排一款。3. 奢华且高调的女人，多戴钻石、宝石类首饰。上档次又有牌面的首饰品类中，怎么能没有钻石为主的宝石类首饰的身影呢？钻石首饰在灯光下折射出的丰富光芒，瞬间让人明白什么叫真正的光彩照人。钻石类首饰通常设计比较华丽夸张，因此更适合穿晚礼服等华丽型服装或出席隆重、灯光充足的场合时佩戴。成套佩戴钻石类首饰更能加强周身的华贵感。学会区分宝石玻璃，别让气质毁在选款。普通人购买钻石首饰时，可得擦亮双眼，千万别被他的双胞胎兄弟玻璃饰品给欺骗了。其实要肉眼区分玻璃和钻石方法很简单，玻璃的折射率低，硬度小，只要将钻石和玻璃同时放入水中，光泽感更强的就是钻石，还可用钻石和玻璃饰品互划，被划出痕迹的就是硬度小的玻璃。4. 文艺要低调感的女人，戴古法黄金首饰。最后出场的就是保值又好看的黄金饰品。千万别以为中年佩戴黄金就会庸俗油腻，选择光泽更柔和、精致古朴的黄金可是文艺风女神的标配。古法黄金制作工艺更复杂，具有自然有质感的哑光纹理，而普通黄金光泽扎眼生硬，做工也稍显粗糙，佩戴起来自然比不上古法黄金饰品的典雅。黄金首饰重点在挑款式，不然会显俗。中年女人佩戴黄金饰品，差的不是钱，而是品味。要想不被说成是穿金戴银的暴发户，就得将重点放在款式的挑选上。日常生活并不适合佩戴太华丽夸张以及大体积的黄金首饰，选择体积更小巧或几何型的简约黄金首饰，搭上基础款服装才会优雅有品味。第一种，耳饰类，看脸型挑款式和服装呼应。其实中年人佩戴首饰和穿衣一样，要做到以衣衬人才行。珍珠、翡翠、钻石和黄金首饰虽然足够上档次，但也要适合自己才行。这4种质地的首饰若是放在耳饰上，就得根据脸型选。偏短的方脸要选重心靠下或造型偏浮夸的耳饰，圆脸更适合细长尖锐型耳饰。
长脸则与短款、方形或圆形耳饰更适配。第二种，项链类，看肩颈条件选款，戴法超多样。换成项链，选款就要重点看肩颈条件和衣服领口，短粗脖子戴复杂、宽厚短款项链更没气质，细长型或 V 型项链才会有拉长脖更显气质的效果。穿圆领、高领等服装则要避开短款项链，长度在锁骨附近的中长款项链更有点缀效果。露肤面积大的一字肩、V 领除了佩戴短项链，在胸部附近的长项链也能增添气质。项链的佩戴方式比其他首饰更多样，因为它还能叠戴，千万别选体量相当的项链叠穿，不然就会给中年容易发福发胖的身材雪上加霜。项链叠戴时应当用长短、粗细不同的款式拉开层次，最好能在锁骨附近形成自然的倒三角形。任何款式的项链，任何年龄佩戴项链，此种方式都适用。第三种，首饰类，手镯、手链都得和身材协调。珍珠、翡翠、钻石和黄金同样也会出现在手镯、手链等首饰上，其中最常见的便是各种翡翠镯子。佩戴这类首饰，选对尺寸和量感才是关键。用直尺测量手掌最宽处或软尺测量余迹，根据手围选对尺寸，首饰戴起来才会合身。最后只需将骨架大小和首饰量感对应即可。第四种，戒指类，和其他单品呼应，叠戴更出彩。换成戒指，则有叠戴和呼应两种方式佩戴。对于体积较大的鸽子蛋、翡翠、钻石戒指等，单独佩戴和其他同色系风格的首饰呼应是最好的方式。如果戒指本身的设计较为个性或小巧，将戒指佩戴在不同的手指上，位置上形成三角形、斜角或平行，也是让人眼前一亮的搭配方式。第五部分，首饰这样戴，优雅不俗套。有些人很多时候佩戴的首饰本就很精巧，但是戴出来还是给人一种多余繁杂或是无足轻重的效果，反而拉低整体的利落感，显得杂乱。那么做到以下这几点，就可解决这些问题。一、首饰成套，避免纷乱。成套的首饰在设计上往往相互呼应，无论是材质、色彩还是风格，都能达到高度的和谐统一。这种搭配方式能够迅速提升整体造型的精致感和协调性，让人一眼就能感受到佩戴者的品味与格调。同时，成套首饰的佩戴也能避免不同单品之间材质或者色彩上的冲突反差而形成的紊乱效果，让整体造型更加流畅自然。二、点缀一两处，保证留白。在穿着打扮的时候，留白很重要，所以大家的首饰要精不要多，通常选择手腕、颈部或耳部等两处作为点缀就够了。过多的首饰容易让造型显得繁琐杂乱，而适当留白则能在保持简洁的同时，增加造型的亮点和层次感，以让整体造型更加轻盈灵动。三、与服装色彩风格形成一体更高级。色彩是视觉感知中最为直观的元素之一，在选择首饰时，可以根据服装的色彩来挑选相应的首饰。当首饰的色彩风格与服装相互呼应，能够增强整体造型的和谐感和美感。这种搭配方式不仅能让佩戴者的气质更加突出，还能让整体造型更加统一和协调，是一种比较高明的搭配技巧。四、丝巾色花板块小，围脖用纯色。丝巾当配饰是生活中的妈妈们常常容易被吐槽的一个点。其实丝巾本身是不土的，只是其颜色与纹理的选择需与佩戴方式及整体造型相协调。颜色纹理丰富的丝巾，由于视觉冲击力较强，如果面积过大，容易显得杂乱无章，因此更适合作为小面积的点缀。
如包带缠绕、小方巾系脖子或做头巾，既能增添亮点，又不会破坏整体造型的平衡。而当丝巾用作围脖或披肩时，由于其占据的视觉面积较大，若再选用颜色纹理复杂的款式，容易让人眼花缭乱，影响整体美感。因此，选用纯色且材质稍微偏厚一些或垂顺一些的款式更为合适。这样的丝巾不仅显得质感更佳，还能更好地与服装搭配，提升整体造型的优雅度和高级感。第6部分，根据服装类型选首饰。1. 材质挺阔，设计简约，首饰细且精。当衣服的设计偏简约，且服饰的材质比较挺阔的时候，整体的线条清晰，其本身的质感突出，往往呈现出一种干练利落的气质。为了与之相协调，选择细且精致的首饰可以增添一丝优雅与精致，还能避免喧宾夺主，使服饰本身的质感得到更好的展现，整体造型更加利落大方，凸显出穿着者的品味与格调。2. 材质软塌，包裹感强，首饰短小多圆润。软塌材质的衣物，因其特有的包裹性和柔软触感，往往能营造出一种柔美典雅的氛围。这类衣物在穿着更注重舒适与亲和力，因此在首饰的选择上，短小且圆润的款式更为合适。短小首饰不会打破衣物本身的温柔质感，而圆润的造型则能增添一份雅致与可爱，进一步强化衣物的柔美特性，让穿着者在保持舒适度的同时，使整体风格更加和谐统一。3. 衣服露肤面积大，首饰大，淡色单一。当衣物露肤面积较大时，整体造型的视觉焦点会自然落在露肤部分，此时大分量的首饰能够有效平衡大面积露肤带来的空旷感，为整体造型增添一份稳重与华丽。首饰大了，色彩就得单一，避免首饰过于花哨，从而喧宾夺主，破坏整体造型的和谐，让穿着者在展现肌肤之美的同时，也能散发出优雅与高贵的气质。4. 露肤度小，色单一，首饰鲜亮呈纵向。对于露肤度小且色彩单一的衣物，选择鲜亮的首饰能够瞬间打破衣物的单调感，成为整体造型的视觉亮点，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为原本单调的衣物增添一抹生动与活力，让穿着者在保持低调的同时，也能展现出独特的个性与魅力。同时，纵向设计的首饰在视觉上具有拉长身形的效果，能够优化穿着者的身材比例，使整体造型更加修长挺拔，避免暗沉色调带来的厚实感。第7部分，根据个人身材选首饰。1. 大体量。对于体量大的人来说，选择首饰时应避免尖锐造型，以免与整体体型产生不协调感。头颈部的首饰应选择长且坠子偏大一些的款式，这样可以有效平衡体型的厚重感，同时拉长颈部线条，使整体造型更加流畅和谐。手部首饰同样应选择圆润且量感大一些的款式，这样的设计能够增添一份稳重与大气，与体量大的身材相得益彰，使整体造型更加协调美观。2. 小体量。而对于身材娇小或者比较骨干的人，选择的首饰则应该设计感强一些，且带有一定的有棱角最好，从视觉上增加整体的层次感和立体感，从而有效平衡体型的娇小。首先，设计感强的首饰能够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成为整体造型的焦点，避免一身打扮太过单薄而缺乏质感。其次，有棱角的首饰能够在视觉上产生扩张效果，使小体量的人的面部和身形特征更加鲜明，提升小体量人的视觉表现力，让他们在保持娇小可爱的同时，也能展现出独特的个性与魅力。
总而言之，首饰的合理佩戴对于个人形象的塑造至关重要。它不仅能够彰显佩戴者的品味与个性，还能在视觉上优化体型比例，提升整体造型的层次感与美感，让人在人群中脱颖而出。因此，在选择和佩戴首饰时，应注重与自身气质、体型及服饰的协调，让首饰成为自己独特魅力的完美延伸。看到最后，愿每一个女人都可以坚定地去探索自己，并且认真地对待生活。热爱永远比循规蹈矩更加重要。爱美的女人也从不会盲目的跟风，就算是挑选一款不起眼的首饰，也会非常认真。好了，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或者看后有所醒悟，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欢迎留言和投稿，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遇见更好的自己。我们下期节目见。